你就是公司的一条狗，拿钱滚蛋！就算我是公司的一条狗，300块钱，我连狗粮都买不起。这个300块钱也是老子施舍给你的，今天不用来了。有种！滚！对不起，莫总，莫总，滚！父亲，对不起，我给您丢脸了，混成这样，等我死了以后，在下面见了面，再当面和您道歉。检测到使用者穿越功能开启，预计10秒后开始穿越。温馨提示：穿越完成后需要12小时等确才可以返回。来真的4、3、2、1。穿越完成，冷却回归还有11.59小时。我说的只是个盲人。什么刺客？我只是路过的，路过。不能入我的皇宫里面来！来人啊，拉下去砍了！啊，等给一个机会。陛下驾到！1到50，为何还未？姐姐，你当真要我嫁去吴国？我不嫁。公主，边境之战，我国惨败，战败赔款1000万两白银，10车6旅，国库空虚啊！此次和亲势在必行，只有委屈公主了。此事亦非朕所愿也。可1000万两白银已经掏空国库，再有10车6旅，这哪怕是把皇宫卖了，也赔不出啊。就因为我叫江琉璃，所以真当琉璃赔了。既为大夏公主，在这国家危难之际，更要奉献，才不会给我大夏皇族丢脸。活命的机会来了，琉璃不就是玻璃吗？只要能回到现场，别说10车，100车都给你拉来。10车6旅，我有。哪来的黄口小儿，口出狂言！这是何人？奇装异服，怎么出现在你的寝宫？他是我亲选的驸马。什么？胡闹！公主还未出阁，哪来的驸马？此事要是被吴国使团知道了，如何了得？对，江琉璃，这需要一个解释。堂堂皇室公主，居然与男人在皇宫厮混！我不要嫁去吴国，我有喜欢的人了。我们早已私定终身。陛下，此事要是传出去，皇族的颜面何在？我大夏国的颜面何在？大哥，没你说的这么严重吧？我跟公主这叫自由恋爱。所谓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若为爱情，两者皆可抛，大爱无罪啊！好诗，没想到你还是个出口成章的才子。所以就是这样哄骗朕的妹妹吗？这怎么能叫哄骗？男未婚，女未嫁，我们为什么不能相爱呢？对不对，公主？啊，对。陛下，这成何体统？公主已经许配吴国王子，既然出现此等丑事，满朝文武要是知道了，陛下您该做如何解释？未经允许，私自入宫。来人，把我给他带下去，押入天牢。我这个，我看你们谁敢动他！我去，这公主能出啊？
有时他是真的敢挡刀啊！公主，你竟敢藐视大夏律法！老头，你不就是为了把公主嫁到我去赔你那10车琉璃的战败赔款？你这是卖大胆！你竟敢与本相如此说话！仗打败就要一个女孩去受罪，真他妈丢人！所谓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和亲不割地才是一个国家该有的骨气。好一个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如果我大夏人人都这般想，何愁不行？而且你们说的什么赔款，我有。口出狂言！你可知10车琉璃价值远高于1000万两白银之上？就你这狗命，都抵不过一剑。玻璃在这个时代这么值钱吗？那我岂不是发财了？就这么点东西，我有必要撒谎吗？又不多，而且是为了公主啊，值得。够了！原本我以为你是个胸有抱负的才子，没想到你就是个口出狂言的顽固罢了。国事当前，不得胡闹。陛下所言极是。咱了，小爱同学，我在。哎，小爱同学，我在。什么声音？此物是我的天机盒，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世间万物皆在其中。天机盒，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拿出琉璃。小爱同学，我在。告诉我琉璃的制作方法。做玻璃的第一个步骤。用炉灶烧沙便能制成琉璃，本相读书万卷，听都没听过，简直贻笑大方。这也疑惑，只是尝试一番也未尝不可。如若不成，又待如何？若赔款出了问题，吴国派兵南下，大夏可是有亡国之险。那朕也当场砍了他，并且亲自在朝堂上向爱卿道歉。千云，你可一定要成功啊！本相就知道这世上哪有琉璃上炼成之法。什么？失败了？你呀，臣早就知道这小子在说谎。您还年轻，这世上信口开河、真真假假的事太多了，您把握不住。怎么会这样？你们这都什么反应？谁说我失败了？这炼制琉璃嘛，温度需要高一点。我呀，就稍微调整了一下这个灶台，耽误点时间罢了。端上来。色泽剔透，温润如玉，这竟真的是琉璃？不可能，绝不可能！沙子怎么可能制成这等琉璃之宝？在下大人，此物的确是刚刚灶台炼制所得，奴婢亲眼所见。没想到你竟真的有大才，用随手可见之物化腐朽，为神奇。过奖过奖，这很难吗？这就震惊了。那要是你们去现代玻璃厂，不得惊掉下巴？就算你这小贼用什么贼法搞出这件琉璃，可我朝的赔款是10车琉璃，就你这一件，不过是9牛1毛罢了。宰相大人，你怎么能这样？哎，别进来，别进来！可是，陛下，给我1天时间，10车琉璃必然到位。陛下不可！私自入宫，还未调查清楚，怎可进京？宰相，您教我的，国事当前，其他都不重要，对吗？好啊，陛下，那我就等着驸马的好消息。好，这样就好了。此物倒是方便。创个贴，
啊，反正也没值几个钱，回头我给你拿一下。秦公子，你看我做什么？我看看我未来老婆呀，陛下可是说了，完事之后就让我当驸马。哎呀，你别乱说，本公主才不要呢。不会吧？公主不会要抗旨吧？那也是之后的事情了。再说了，你的10车琉璃还没见到呢。放心，少不了你的，就当聘礼吧。你再说我就不理你了。好，说正事儿，我确实是需要一些东西才能搞定那些琉璃，卡里就几千块，也买不了这么多呀。这公主府的金银细软，随便拿一些，应该放在现代都应该是宝贝吧？你需要什么，尽管随便取哦。对了，你这衣服好生奇怪，回头换了去。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是好东西啊，拿着。发财了，发财了！这些带回去，岂不是这辈子都不用打工了？宰相是吧？针对我是，等我回来，惊掉你的狗眼！走起！驸马爷不见了。哎呦，了不得呀！老朽已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纯净的兵种了。说个价吧，要是合适的话，都在你这儿卖了。只是一个发簪都2万，那其他的卖了，岂不是能有几百万？先生可是嫌少，200万可是老朽能开出的最高价格了。等等，多少？200万。对，我在聚宝阁开业30年，童叟无欺，好东西从不加价。你先等等，你再看看这些制作。已经转账了，1亿8000万，大概需要半个小时。我相信你，到账了我会看的，谢谢啊。哎呀，不是应该的。先生所售卖之物皆是精品，选材上乘，古法工艺，以后要再有此等宝物，定要拿来聚宝阁，让我也看看一眼啊。哦，对了，你看看这个，极品机械石，这种成色，这种尺寸，老朽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我要是把它卖了，多少钱？太贵重了，这枚机械石啊，价格太过惊人。可惜聚宝阁的现金另有他用，怕是要与这件宝物擦肩而过了。先生可要好好保管啊！好吧。领导，秦先生，都是可否以等价之物交换这件宝物？老朽呀，在不远处有一栋大厦，估价8个亿。8个亿啊！大厦，成交，成交。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公子哥，竟能一次性拿出这么多宝物。黄总，明珠大厦的全部产权我已转入秦先生名下，待会儿你要好好招待，不得有误。明白，周先生。会不会是我之前上班的地方？秦云，你这条废狗来这干嘛呀？郑阳，你不是已经把他开除了吗？说的是，你来干嘛？罗萍萍，你竟然和谭正阳搞在一起了！秦云，我们已经分手了，你怎么还来纠缠我？看到了吗？郑阳给我买8万块，至于你，给我买过最贵的礼物才2万块，
说出去的丢人。我送你2万块钱的礼物，你都嫌丢人是吧？萍萍，你跟这种土鳖都废话什么呀？我随便给你买个包，够他不吃不喝干1年，而且我实话告诉你，我们俩去年就在一起。我们没分手，你们就搞在一起了？你以为我为什么开除你啊？就是因为你太碍眼，自己没本事，50万彩礼都拿不出，怎么养我？怎么给我想要的生活？土鳖，你现在立刻给老子滚！马上滚出去！我要说我不走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你就算纠缠我也没用，我看了就烦。土鳖就是土鳖，你在我谭氏集团上班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因为萍萍，我多看你一眼都觉得浪费时间。哎呀，郑阳，嗯，干嘛说这些啦？我知道你很爱我啦。其实他不是我的大学同学，以前我怎么会和他在一起？哦，哪像你这么英俊潇洒，女人着迷。嘴真甜，晚上回去尝尝很哪天啊？哎呀，讨厌，还有个兔子。所以你的意思是，其实就是为了钱？我没有钱就一无是处了？哎，对，没有钱就是一无是处。你这身行头加起来值200块钱吗？可不是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身衣服他3年前买的。哎呀，真穷的让人恶心。哎，话说到这儿，这眼睛就难受啊。啊，郑阳，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肯定是他还想纠缠我，所以才污了你的眼睛。我纠缠你啊？你们这对狗男女真长见识。是你自己滚，还是老子帮你滚？凭什么？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要滚也是你们滚。够了，我们已经结束了，我不想再看到你了，不要让我们家郑阳不开心。我告诉你，凭什么？就凭我租了明珠大厦1整层，你现在占的是我的地盘，我让你滚出去，你就滚出去，你懂吗，穷爹？1整层？对，1整层。哦对，像你这种人不了解1整层是个什么概念，毕竟像你这种乡巴佬在京都打拼一辈子都买不起一套房。1整层有什么了不起的？整栋楼都是我的。宝贝，你听听这个穷逼在说什么？可不是嘛！当初谈彩礼的时候，他妈可是上门求了我妈好几次，都拿不出50万。哎呦，还一栋楼，也不怕把人笑死。像你这种土鳖，火龙来的正好，来，把这个土鳖给我撵出去！谭少，这里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他之前就是我公司的员工，被我开除了，死皮赖脸在这不走，赶紧撵走！请你离开，不要骚扰我们大厦的贵客。不是我，你们欺人太甚！欺你怎么了？敢他妈跟我唱反调，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是？啊，明珠大厦转让合同。哎，等等，谭少，让我看看。您就是秦先生？您就是秦先生？秦什么先生？撵走！谭少，您是真不知道啊！1个小时以前，这座大厦的产权已经被周先生给卖掉了。黄龙，你的意思是说，周先生把整座大厦卖给了这个土鳖？你他妈在逗我！周先生什么人？周氏集团董事长，而且已经退休。你告诉我，周先生这种人会跟这种土鳖有关系？啊？就是，当初要他50万彩礼，卖房子都拿不出来，怎么可能有1栋楼？这合同肯定是假的。黄龙，你听好了，我现在扔300块钱在地上，他一定屁颠屁颠过来捡。你觉得这种人会认识周先生？啊？难道我看错了？假的？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东西是假的？土鳖就是土鳖，你这辈子都翻不了身。黄龙，他认不认识周先生，咱们姑且打个问号。我认识周先生，而且谭氏集团和他周氏集团是有合作的，不要让我这位秦先生，请你离开，这里不欢迎你。
信他不信我是吧？我告诉你，你机会只有一次啊！哎，你装什么装？装什么装？装瘪犊子呢？你跟这儿，黄龙，给我撵出去，不要让他说第二次了。我看是谁要赶走我的贵客。看是谁要赶走我的贵客。来，先生，起来。周总，我跟你安排的事情，你就这么做的？敢这么对待我的客人？对不起，周先生。滚！周总，误会，都是误会。他就是之前我公司的一个废物员工，我把他开除了，在这招摇撞骗，死皮赖脸不走，哪有什么客人呢？这里边你是说我老糊涂了？对啊，不，没有。我虽然退休了几年，顾问集团的事情，但我也不是傻子。秦先生，您的1.8个亿收到了吗？收到了。1点，他就是个骗子，他的。什么？1个亿？秦先生，是我安排不周，让您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情，老朽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答复。樊正阳是吧？从现在开始，你们谭氏集团和周氏集团所有的合作项目全部停止啊，并且你们在周氏旗下所租赁的房屋、办公室也要全部清退。不，周总，合作不能停，合作是绝对不能停的。合作一停，我分公司完了，家族弄死我也得。与我何干？你侮辱我的贵客，就是侮辱我！滚！滚！那这样，等等我。等你个六等你，都你们臭婊子干的事儿！秦云，你们给我等着啊！谭氏集团不会放过你。不会放过我，是我不会放过你。这只是一个开始，等我解决完古代那边的事情，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风水轮流转。秦云，我不知道你竟然这么有钱，你之前怎么不和我说呢？你放心，我跟谭正阳都他逼我的，我爱的还是你啊！以前是我眼瞎，不代表是傻子，赶紧给我滚！你忘恩负义，发达了就不要我了是吗？不快滚！非要让我叫保安给你架出去！滚！小友，这个谭正阳也没什么，只不过他叔叔旗下的谭氏集团市值几百亿，也算是个人物。您看需要老小帮？几百亿啊，那确实不少。算一下，我估计还要好几天才能赚到这些钱，只能晚点收拾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5万块钱就买了这么多，也不知道那老头看见会不会吓哭。穿越，把这些东西全部带上。父亲为何忧愁啊？公主一日未嫁，我心难安啊。为何啊？女帝就算做了皇帝，也终究是要嫁人的。这江氏皇族就剩下女帝和公主了。也就是说，等公主出嫁，一旦你做了帝夫，生下孩子，你说这江山是姓江还是姓王？女帝，那我岂不是能和女帝？但现在好像不和亲了，这可如何是好啊？真当以为那个贱人能拿出实车留名吗？公主的消息，那小贼已经跑了。啊，那这公主还是要被送去和亲。明天朝会还能让女帝给父亲低头道歉。恭喜父亲啊，我王家威望更上一层楼啊！明日便随我上朝。多谢父亲。这都1天了，公主为何还未送到使团？本王还要回国庆祝，好好宠溺公主一番呢。什么？公主还没去吗？也不知道在搞什么，早点把使团的人送走不好吗？边军已无力再战，这裴长要是不满意，我大夏必将生灵涂炭。
边城王子，赔款之事呢，陛下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愿意答应之前的条件，赔10车琉璃。这大夏这穷酸地方，你们拿得出10车琉璃？老匹夫嘴巴怎么这么快？现在秦云跑了，难道我真的要低头道歉，让妹妹去和亲？这可如何是好？王子，请放心，此事朕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大夏既然都已经战败，就应该跪下求本王原谅。如若本王不高兴，尔等都得死。其实这已经驸马亲，请求进殿。快宣秦云上殿。阿娘啊，这小贼不是跑了吗？怎么会回来送死啊？驸马，公主何时选定的驸马呀？找死！公主许配本王，你是谈好的条件，现在冒出来个驸马，大夏是在侮辱本王吗？听着王子莫急，大夏万万没有侮辱王子的意思。宰相大人，您帮我解释一下。此事老朽也是昨日才知道，这是陛下的意思。女帝，你这是何意？以为我边军8万铁甲是摆设不成？如若今日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不日我5国大军便马踏帝都，血洗黄盆。不要，王子切莫着急，这驸马之说极为虚妄。来呀，把这贱民拉下去，不要在这儿破坏两国和睦。够了，当朕不存在吗？秦云，你答应朕的事情如何了？这朝堂的气氛有点不对呀，也不知道这个傻缺是谁，都不认识，干嘛针对我？难道是宰相的人？陛下，10车琉璃一件不少，均已准备完毕。琉璃原矿本就稀少，而且这琉璃器需要工匠精心打造数年，10车，就连本王都未曾见过，就你，王子说的对，我户部管理国家财政，这大夏国库不过区6件琉璃而已，1车起码数百件，这是我无效，不知所谓。王子说的对，户部侍郎是吧？你到底是大夏的侍郎，还是5国的侍郎？邹侍郎，莫与他争辩，此人严加嘴利，本相早有领教，不过只是耍嘴皮子，上不了台面。宰相说的对，宰相说的对。放肆！此乃朝堂大殿，如此目无尊卑，这是不把宰相大人放在眼里吗？宰相，你的意思是在这朝堂之上，目中有尊卑者，便是宰相尊，其余人卑喽？大，你这是不把女帝陛下放在眼里啊？陛下，微臣绝无此意啊！够了，在这大殿之上，这不是国家重臣、朝廷公公，你又是什么身份？陛下，臣请把这个大放厥词之人赶出大殿。好啊，那我走了啊，10车琉璃你出。笑话，本相就不信，就你能弄出10车琉璃？既然大家都等待许久，秦云，你便将东西呈上来。遵旨。李顽抗，死不悔改！宰相说的对，死到临头还嘴硬啊！现在早些认错，说不定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这些朝臣没一个好东西。女帝看来混的也挺难的，这手底下的人全是反骨。琉璃而已，对我来说很简单。说跟真的一样，以为本王没见过世面。本王今天倒要看看这盖布之下到底是何物。陛下不可，如果一旦揭开，此事毫无回旋余地，届时大夏尽是颜面，还有可能再起兵争。请陛下三思。请陛下三思。你们可要想好了，要是让本王不满意，本王也不确定边境大军是否耐得住寂寞。将士们早就想来京都
看看大夏的风土人情嘛。陛下，无事当前，莫要胡闹。你，秦云，要不还是算了。怎么能算了？我东西都带来了。哼，现在还大放厥词！来人，将此人拖下去，莫要耽误国事。一个没有见过世面！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琉璃。这怎么可能？国库都没有这么多财富，他一个不知所谓的驸马，怎么可能比国库还有钱？多谢夸奖，现在肯叫我驸马，本驸马很欣慰。我没有，财神大人，您说句话呀！哼，这一件琉璃虽然精美，但此次赔款的关键是数量。没错，当初我们谈条件是实车，这只是一部分，店外还有很多，全部搬进来又摆不下。本官就不相信他真能拿出实车。本官家里也有一件琉璃，不过只是一件，又有何用？都说琉璃价值不菲，一件万金，不知大人月俸几何？贪了不少吧？你莫要信口开河！本官家的琉璃是祖传的，陛下，微臣廉政清明，绝无贪腐之事呀。殿下，店外琉璃无数，皆是精品，远不止10车之数啊！不可能！你怎么会有这等泼天财富？你在撒谎！驸马操持赔款一事，乃是朕亲自引领。做爱卿的意思，难道朕也说谎了？陛下，微臣绝无此意啊！这个奏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看本相座上，谁能想到这驸马竟真的能弄出10车琉璃？陛下，赔款之事已定，可这户部侍郎邹山屡次质疑，其心可诛。臣建议革职查办，以儆效尤。宰相，你怎么能？好，那就听宰相的意思，将邹山带下去，由御史彻查。我可是户部侍郎，陛下冤枉呐！丞相，你不能放弃我，丞相，陛下。让王子见笑了，不知这赔款可还满意？本王不满意。这位王子，外面可不止10车，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虽然赔偿没错，但是我五国跟大夏之交，若是在意赔偿，那与市井商贩有何区别？好家伙，没钱的时候谈钱，有钱了又说不是为了钱，真不要脸！连城王子有何高见？和亲之事，我五国人尽皆知。本王若是空手回去，本王颜面何在？本王还要女帝昭告天下，大夏已折服于本王。凡大夏人见到本王，皆要跪地磕头，常送本王封号。什么？这种要求万万不能答应啊！陛下，这岂不是让我们大夏子民低人一等吗？此事朕不可能答应你。王子，和亲之事并非不可再议。宰相，赔偿我都拿出来了，还和亲？东西也给，公主也送，这是卖国通敌。放肆！我大事涉及千万百姓，我战事再起，生灵涂炭，担得起这个责任吗？好了，赔偿既然已经商定解决，和亲之事便不用再提。既然如此，我五国大入蒋柳和上将军李弘随使团而来，明日便在这帝都立下问答。这面子，本王要亲自拿回来。哼！臣哥大入蒋柳，就是那位游走6国、文战百家、未曾有一败的蒋柳。那上将军李弘也是五国第一猛，曾在边境当仁当纪，战败100余黑甲精锐，甚至身上未曾沾了一丝血迹。这2人要在帝都摆下问道台，有好戏看喽！驸马爷，现在的局面你满意了？怎么又怪我？五国本就强势，若问道台一出，届时我大夏国威尽失，民心涣散。我边境若是南下，我大夏恐有亡国之危。好大的帽子！
只有此。我堂堂大夏，文人才子，将军武库无数，难道任由这2人压我大夏国威？陛下有所不知，6国文武两道，此2人怕是无人能向其背。此事涉及到我大夏江山之基，谁能上至问道台解困此局，赏黄金万两，封爵封地。这偌大的国家，就我一人敢上这问道台？一群老匹夫，满口知乎者也，关键的时候就装死。是该让这些1000年前的古人看看现代9年义务教育的含金量。陛下，我愿前往问道台迎战江流。好，不愧是妹妹看上的男人，有担当，朕异常欢喜。啊，让这小子迎战文道大儒，这不开玩笑吗？陛下，驸马代表着皇室，若是输了，丢的可不仅是我们大夏的脸，还有皇室的颜面。陛下，宰相说的对呀，这国家大事寄托于区区一个驸马，这如何使得？你们要是觉得我不行，谁行谁上啊？你上，还是你上？要我宰相领袖，一个个未战先前，没一个敢站出来。我站出来就质疑我，真乃鼠辈！放肆！敢在大殿之上骂人，我骂你又怎么样？谁要是再废话，你就自己上。好，那便由驸马秦云上这关道台，扬我大夏国威。欺上违，区贱民定敢顶撞本相！父亲，消消，敢得罪我们王家，我这就去找人把他给杀了。站住！现在举国上下都知道驸马即将代表大夏去迎战江流，你这个时候去杀他，父亲，这该如何是好啊？就是丘夫的蚂蚱，蹦跶不了多久。你半圣江流可是那么好对付的，连本相见了都要喊一声先生。我的宰相父亲说的对呀，一旦上了问道台，必然大败，届时罪责问下，他绝无活路啊！你也太厉害了吧！听说你今天在朝堂上面舌战群臣，满朝文武皆被你说的哑口无言，就连宰相都不敢与你继续争论。唉，低调低调，这有什么好说？这值得骄傲。宰相权倾朝野，就连姐姐都要听他的意见。你这下可是帮姐姐狠狠出一口恶气了。这宰相有那么难对付？宰相可是2朝元老，姐姐刚登基不久，还是个女帝，所以在朝堂上面的话语权远远不如宰相。公主，陛下来了。姐姐，见过陛下。妹妹，你先退下，我有事要和驸马商议。朕可信任你与否？当然了，而且说句不好听的，我比你的满朝文武更值得你信任。你知不知道，如果你站在朕这一方，可是要与整个大夏的权贵为敌。那陛下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我这个人比较俗，没什么大志气，只想搞清看尽世间美女，历经人世繁华。天天听的都是为国为民，你倒是实在。不过，这就是你私自入宫的理由吗？怎么就开始算账了？不过穿越时间已经冷却了，大不了跑路不回来了，搏一搏，单车变摩托。我都说了，我就是个俗人，美色金钱我所欲言，可不只为了公主，还有陛下您啊！敢这么跟我说话，是不想活了吗？陛下，你仔细想想，这满朝文武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让你乖乖坐在这个皇位上当个傀儡，当个吉祥物。他们呢，权倾朝野，而我就跟他们不一样了，我只是单纯的贪恋你的美色，所以跟那群人我又不是一丘之貉。
你怎能如此轻浮？你可是驸马。陛下，从我看到你的第一眼，就深深的被您倾国倾城的声音所吸引，无法自拔。而且关键，它重要的不是身份，重要的是目的。我能帮您夺回权政，当个正经皇帝，可不只是图傀儡。你当真能助我？当然，你也看到我的能力，这10车琉璃足够抵得上你们大夏几年的税收，而且这些对我来说，不过是9牛1毛而已。如果你真能替我夺回皇权，朕愿依你所求。当真？朕乃一国之主，金口玉言。不过这一切都建立在你实现承诺的基础上。明日问道台一战，若你赢，朕便答应你；若你输了，不就是个大辱吗？陛下放心，对我来说，我看信。朕信你，可天下人不信你，只能你自信朕。一定不辜负陛下所托。好了，朕还有很多政务没有处理，你好好准备，不可懈怠。陛下放心，对我来说，区文道台，贵族可不是。好，不愧是李洪将军，杀得好啊！将军威武啊！竟然连胜大夏世人，实乃是将星下凡呐！这大夏也不过如此，一个能打都没有，全是一群废物。我乃禁军先锋臧虎，特来讨教。这李弘这么厉害？不是吧？我们就让连城这般侮辱大夏，那又怎样？他可是李弘，李弘乃6国上将军，武器都是千年玄铁所铸，就连刀柄都是玄铁，这重100斤，这武力值已经达到巅峰。李弘在边境战场领军杀我军3万，不过你今天挑战的可是文道台，文武2座，我只要赢了1座，便不会是大夏辜负。只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吧。等等，你刚才是不是说他那把破刀连这个刀柄都是铁的？是啊，据说此人因为残暴，这铁制刀柄方能感觉到刀刀肉肉的快感。如果是这么说的话，那这武道台我也能上。兄弟，你也想上这武道台？驸马爷细皮嫩肉的样子，还想去挑战李弘？别逗了，简直是找死！这武道台至今上去11人，死了8人，你上去不得被活包了？切莫胡说。陛下，虽然我这武功不是很高，对付一个什么5国上将军应该是够用的。唐王，陛下，既然驸马想上去试一试，为我们大夏争光，那便不要辜负驸马的好意了。陛下，我有10成把握。驸马爷还真去啊？那不2刀就被李弘砍死了？2刀，恐怕这1刀都挨不住吧？本来以为是个对手，没想到却是个愣头青。也罢，自己送死，却省了不少功夫。怎么会这样？青云他是疯了吗？昨晚刚和朕约定，今日就不要命了。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啊！完了，李弘果然厉害，就连禁军先锋将军都败下阵来了。可悲可叹，我大夏竟无一人是他对手。我来。我来。没想到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上来。我大夏还是有血性的人。英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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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都走不稳，还想让本将军大夏无人了吗？哎，这位英雄啊，你
还是别上去了吧，就你这身手，上去也是送死啊！看你细皮嫩肉的，是个文人吧？这是武道台，你就别凑热闹了。承蒙各位担忧，看我表演，报上名来，我内行，不产无名之辈。我乃大夏驸马秦云。小贼，就是你破坏本王好事，你还敢挑战武道台？上将军，本王要他死！大夏何时有的驸马呀？你不知道吗？昨日驸马拉了10车琉璃作为赔款，解除和亲，所以连城王子恼羞成怒，摆下问道台。10车琉璃，天哪，这得多少银子啊？银子，琉璃可是按金子算。不过这个驸马倒是有担当，竟然敢来挑战武道台。可惜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李红的对手。驸马，哈哈，正杀的不爽，大夏驸马祭刀，为什么不许取经啊？谁输谁赢还不一定，说不定啊，你就死在我这根烧火棍下面。烧火棍，本将纵横疆场，还从来没有人敢拿烧火棍跟我比试。你若想使，我便成全你。烧火棍，这烧火棍怎么打？锦衣卫，赶紧给他送刀剑上去。哎，陛下，既然驸马敢用烧火棍当兵器，必然是胸有成竹啊，不必担心。陛下，这驸马疯疯癫癫的，怕是不想活了吧？快让他下来吧。哎，大家莫要着急，说不定驸马有绝技呢，我等看看便是。这小贼，生死之战用烧火棍对玄铁刀，本相看你怎么死！本将就在这万众瞩目之地，向你大夏驸马头颅切下，让大夏看看我武国之威。巴掌！什么？怕了吗？怕了就跪下，给连城王者磕3个响头，乖乖的跪下擂台。谁说我怕？我是怕我这功力太深厚了，你这一招如果都接不下来，冲我打多没意思啊！岂有此理！我堂堂武国上将军，会接不住你一招？你以为你是谁？就你这脚步虚浮，就你这武艺，在我武国军中，连个伙夫都不配。谁说我练的是武功？我练的雷霆之斗，这岂是你能懂的？你要是能接下我一招，算我输。大言不惭！天下就没有我李红接派的招式。来，我让你使得心服口服。那我可就这。哎，玄铁刀，我劝你还是多读点书吧。铁是刀爹的。什么？不可能！驸马赢了！驸马赢了！他就用了一招。天哪！上将军李红竟挡不住驸马的一击。承让，承让。将军，你怎么了？大胆！敢伤我武国上将军！要是我们将军有个好歹，我武国不会放过你的。去！这说的什么话？你们武国搭的擂台，那擂台是不是用来打架的啊？只允许你们武国害人，我们不能还手。就是，擂台之上，生死各安天命。你们刚才还杀了我们那么多将士呢。武国是不是玩不起啊？玩不起，别摆擂台。真丢人，还问道台呢，打输了就耍赖，简直贻笑大方。你们也怪我是真没想到你们什么武国上将军这么废物，我还以为能跟我过2招，一下就过。将军待下去1日。是。秦云，本王记住你了，也就是你运气了。上将军旧伤复发，这才让你占了便宜。旧伤复发，原来李红是因为旧伤所以才倒下的吗？怪不得刚才驸马轻飘飘的，李红就倒下了。我是说嘛，6国第一战神怎么会败得那么快？王子啊，你挺会颠倒是非的呀。输了就是输了，怎么？难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个意外？那当然。上将军何其勇猛，怎么可能会输给你这个无名小卒？我用实力打败你，非说我是运气，我很不高兴。来，武国使团还有多少人？来1个我杀你，来2个
我杀一双！驸马大气，这才是我们大夏男儿该有的风范。石川人呢？怎么不上啊？对呀，你们上啊！啊！可是刚刚上将军都输了，小人诺。吴国御前侍卫送人，请赐教。下一个。天哪，又是一招秒，甚至比上次还快。到底发生了什么？只听轰鸣一声，对方便倒下了。这难道就驸马所说的雷法吗？不可能！大夏人都是些土鸡瓦狗，用我什么妖法？你管我用了什么方法？反正你们5国的上将军都是废物，没一个能挡住我一下。不，我看看，李弘何其勇猛！这5国的上将军，他怎么可能输？还有人吗？没人，我先撤。啊不，把这5道台赶紧撤了！什么人都敢在这摆擂台，站着大街没屁用，人家老百姓还等着回家买菜呢。陛下，请不辱使命。好啊，青云，本来以为你文采出众，没想到你这武艺也了得啊。都是些三脚猫的功夫罢了。不用谦虚，他可是6国第1战神，可不是什么三脚猫功夫。哼，我是依靠了歪门邪道罢了。歪门邪道，宰相自己不敢上，我打赢了就是歪门邪道。你还要不要脸？忘事！你什么你？难道丞相也想跟我对了一番不成？粗鄙无辜，本相不配与你争论。秦云大胜李弘，现在庄稼我大夏国威的好事儿，该赏。多谢陛下。这不算，武道团算不了什么。若换做文道台，大夏绝不可能赢。那还等什么？请。这文道台怎么这么安静？没人敢挑战。这文道之徒可不同于武道，武道在战斗中还可以发现瑕疵和纰漏，文道半圣讲柳，先有天下篇著作，后有传世经典，说他是天下学子的老师也不足为过。这谁敢上呢？说白了就是名气大、地位高，都怂了是。哦，宰相大人，你也算半个读书人吧？这种场面不应该站出来吗？讲柳的文气，本相自愧不如。某人不知天高地厚，今天某人是不是害怕了？拿本相做挡箭牌？谁说我怕？区区一个讲柳，挥手可破之。大言不惭！秦云，你可真有把握。如今武道台已破，已经足矣。这文道台哪怕是输了，也不足为奇。陛下，我有10成把握。来者止步！我乃秦云，前来挑战文道台。挑战文道台者，需挑战者赠传世诗词1副，才有资格与我家夫子同类。挑战还需要条件？那是当然。我家夫子是谁？当代半圣，更是留有4篇传世诗经，1篇传世之经。若没有传世级的文采，怎么有资格挑战我家夫子？怪不得文道台这里都没人，原来还要门槛。何为传世诗词啊？连传世都不懂，还敢来挑战我家夫子？传世当然是流芳百世、口口相传的诗词或者文章。就这么简单？简单？哪来的无名小卒？大言不惭！能写出传世之作的，在这6国哪个不是赫赫有名的文坛大家？秦云又是什么东西？听都没听过。非得有名气才能算有文化吗？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隐隐于市，真要是有本事，才不会到处宣扬。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好诗，好诗啊！是啊，你耽误我家夫子。什么叫大隐隐于市？有本事不会到处宣扬？你是说我家夫子是沽名钓誉之徒吗？哎，我可没这么说。但你要真这么想的话，我也没办法。这2句话虽不是完整词句，但足以传世。你有挑战我的资格。听到没？你家主人都说话了，你个看门狗，可以退下了。
说吧，老头，这文道台怎么玩啊？老朽应连城王子的邀请，在此设文道台，迎战大夏文人。要想老朽下台，你只需做出超过老朽的3篇传世诗词，还有1篇经书即可。顶级文人创造一首传世，足以流芳百世。更何况3首还要超过蒋柳，这怎么可能啊？这不会有点胜之不武吧？毕竟那都是曾经的功绩，擂台可是现在摆下的。如果有人觉得老朽在此胜之不武，你可以拿出之前的文章来对比。这老匹夫怎么如此无赖？现场触敌也就罢了，现在还来这不是他用这一生的功绩去比吗？陛下终于理解老臣的良苦用心了。我等之所以不上，是因为猜到是如此。是啊，宰相说的对。一旦大儒竟然如此低劣，躺在功劳板上，仗势欺人。蒋柳在文坛一时功绩，怎是驸马这名不见经传之辈所能比拟的？看来今天这文道台，驸马是要输了。青云，这次看你怎么赢。就这么简单？简单。老朽这3篇诗文传颂6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天下篇更是被列入各国科举经文目录。哼，无名小辈，大言不惭。好了，不想听你吹牛逼了。我呢，懒得写作，这有一本我以前写的诗词，拿去看看吧。诗300首，数量可是不少。不过诗词一道，岂能数量取胜？看来你是完全不懂小学必修课唐诗300首的恐怖啊！哦，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我这几首诗可传世否？不可能，不可能！这300首诗词，句句经典，首首惊人，都是传世诗词，这不可能的。你不行，不代表别人不行。这可是300首啊，哪怕就是30首，都足以惊人。这世上怎么会有人能有如此惊世才华？天啊，300首传世诗词！这可是足以震惊6国文坛的大事啊！难以想象，我等有幸见到此场面。大儒蒋柳凭借3首传世都被称为半圣，那这秦云岂不是可入圣人之流？唉，不过就是写了300首，反正碾压你是够用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无名之辈？等等，我们还没有输。文道台挑战，诗词经文，光有诗词可不行。对，我们还有经文，我没有输。经文，你不会再拿出一本经文吧？这倒不是，经文我还真就没提前准备。虽然你的诗词比老夫强过那么一点点，不过诗词乃小道，经文才是教化万民的文之大道。你还不如我，就合着只要我能赢你，都是小道。这哪是比蒋夫子厉害一点呢？300首对阵3首，这等才华，100倍碾压呀！这明显是驸马赢了呀！诗词歌赋本就是娱乐，著书才是文坛大家。虽然我没有提前准备经文，不过我可以现写，上笔墨。什么？驸马要现写一篇经文？开什么玩笑啊！吾有7部成诗，但古经文都是斟酌千万，数年甚至数10年才能成稿，怎么可能现写呢？不可能，他怎么能现写经书？不能写个策文都得斟酌数月，这何况是经文？宰相的意思是他写不出，必然写不出。可他已经在写了呀。我要看看你现场真能写出经文不成？
写的什么啊？给我们念念。你是随便写的吧？不堪入目吧？《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常无欲，以观其本。传世啊！此经文绝对是传世之书。道可道，非常道。一句话让我醍醐灌顶。世间万物皆在此人中。这和蒋夫子《天下篇》相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呀。如果说《天下篇》讲述的是君王权术，而这《道德经》讲述的则是人之根本、自然天和，完全就是脸呀。切啊，他是文圣转世吗？怎么可能？你才如此年岁，怎么能写出这般经典经文？这不是有手就行吗？很难吗？要不要再给你手机？夫子，夫子，夫子！怎么可能？江流乃六国第一大儒，怎么会输给这个臭小子？殿下，你现在怎么办？怎么办？离国发兵，王没面子，定让这大夏血流成河。太好了，边军早已蓄势待发了。联系呢？本王现在即刻回国。是。等本王再来帝都，我定让所有人跪在本王的脚下。哼！驸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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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驸马。陛下，信不如实。好，驸马果然大才，大夏有你这样才子，实乃我大夏之福啊！是啊，驸马大才，万万没有想到，驸马竟然连下2座问道台，扬我大夏国威，那真是功不可没呀！啊，哈哈哈哈！驸马文武双全。不止一招击败上将军李弘，就连文道大儒都被驸马压制，这些转世也不过如此呀！陛下，问道台虽然赢了，可我大夏即将亡矣。宰相何出此言？连城乃下一任五国国主，深得五国国王宠爱，此次在我大夏丢了脸面。回去必然篡夺五国，再起并争。陛下，西使团已经人去楼空，只剩这刘书一封。什么？快呈上来！大夏之行，本王不悦。在此相见之时，大夏灭亡之日。啊！怎么会这样？边军已无力战胜，这可如何是好？我就说嘛，让这样的人参与朝堂大事，肯定会出问题的。哼，驸马大胜问道台，就必定会是这样的结果。国家大事岂会如此简单？所以我赢了，还有错了？如果不是你，公主已然出嫁，两国和亲，起码10年之内再无兵刃之忧。而现在，大夏将生灵不但血流成河，而你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没骨气还说的那么冠冕堂皇，哼，口舌之争。殿下，眼下当务之急是派遣使者前去五国赔礼道歉，平息五国的怒火才行啊！赔礼？此次赔款，国库已经亏空，怎么拿得出赔礼？陛下，老臣说的礼，并非钱财粮草，而是他。万事之因，皆由驸马而起，将驸马绑了，送去五国血罪，就会又回旋于地，不然国大军必然马踏京城。啊！这五国大军一来，谁人能挡啊？啊！当务之急是要先熄灭五国的怒火。要我看，应该由驸马去负荆请罪，这仗打不得。这群见风使舵的狗官，刚还说功不可没，现在就让我去请罪。朕不同意，驸马才为我大夏争光。是功臣，怎么能让驸马去送死？这岂不是寒了我大夏子民的心？陛下，此刻已经不是寒不寒心的问题。我大夏铁矿本就稀少，将士连刀剑兵甲都配不起，再加上之前边境大败，若此时开战，大夏全无胜算。可，秦云，你怎么看？啊，我怎么看？陛下，此乃国家大事，不必征求驸马的意见。关乎江山社稷，我劝驸马还是趁着我国文发兵之前，赶紧趁机出发才是啊！父亲说的极是啊，等五国大军打进来，一切都晚了。
要我说，不就是5国大军吗？打回去便是，怕什么？惶恐小儿不知所谓，军国大事，那也得打得过才是啊。你的意思是5国强大，我们大夏打不过了？我兵力强盛，世人皆知，还用本相说吗？我大夏的铁器稀缺，现在还在使用青铜兵刃，不像这5国，装备精良，还有5000铁甲骑兵。敌人用铁，你用青铜，怪不得打不过。本来我以为买点刀剑就行了，现在看来得上高科技了。其实这仗想打赢也不难。打赢？怎么可能打得赢啊？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还是去5国请罪吧。是啊，要是能打赢，3月之前的边境一战也不会如此惨烈了。陛下，此战必须要赢。所谓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一味的求饶，祈求敌人的宽恕，大夏这辈子都不会有翻身的机会。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射程之内。拳头如果吃重，不管怎么道歉，永远都只是败者。哼，说的倒是好听。如果打输了，我大夏民不聊生，甚至有灭国之灾。你说打不赢那是你说的，要我说，此战必胜。哼，肤浅。打仗岂是儿戏？若嘴上说说就能赢了，这世间岂会有败者？你可有取胜之策？陛下，我有一物，动动手指，千里之外取敌军首级。我还有一物，间隔100里，灭绝城池，瞬息间100万人俯首。若在战场上能见到此，5国大军不过蝼蚁。千里外取人首级，间隔100里，100万人俯首。这世间竟然有如此神奇之物！现代战争打起仗来连人都看不到，这放在古代，这种方式跟神话传说差不多了吧？真是贻笑大方。若真如你所说，世间有如此宝物，早就无敌于天下，一统6国了。怎么我们没有听说过啊？你当然没有听说过，因为那是我家乡的宝物。可我为了大夏，我愿意回家乡取出此物。陛下，此人满嘴大话不可信。这世间根本没有此物，浮夸之极。是啊，陛下，他说的实在太过惊世骇俗，不像真的。你们真是对世界和平一无所知。父亲，父亲，此物便是我说的神器当中最差的。大胆！此物不过是比较机密的暗器，什么生物，装神弄鬼。暗器，无耻！如今大夏最强的公主，射程有多少步？普通射手100步，神射手150步。100，我这手枪最差的射程都在1000步开外，而且身穿铁甲，300步内也能打穿。什么？1000步射程，铁甲都能打穿？那是自然。而且陛下，我说了，这手枪可是最差的射。什么？如此兵器还是最差的？想象一下，这般武器，我大夏将士人手一个，1000米开外，敌人便死无全尸。5国大军何足道哉？好，如果真有这神物，我大夏便不再惧怕5国欺压。秦云，你还需要多久才能带回这神武兵器？3天，给我3天，大夏将建立万世之城。好，那就给你3天时间。宣大夏驸马秦云为国为民，功可没，赏黄金10000两，封万户侯。陛下不可，国库空虚，别说10000两黄金，就是1000两白银也挤不出来啊！无妨，赐驸马金牌1枚，可自行出入皇宫，选任意可用之物，哪怕是后花园的假山，只要驸马需要，也可搬走。谢陛下，定不如所托。
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驸马，竟然让他左右了国事。父亲，这朝堂不是一直您说了算吗？这不行啊！自从这个小贼出现之后，本相在朝堂上处处受挫，就连女帝这个丫头片子也敢当众忤逆本相，是气杀我也。父亲，这万万不能让此事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这五国要是打进来，我王家哪怕加入五国，恐怕也不会有如今的地位了呀。父亲做事还要你教吗？富儿过来，过来。你在场会上说的可都是真的？那还能有假吗？我给你承诺过的事情，什么时候没有兑现过？琉璃谢请公子来了，琉璃无以为报。何必行此大礼啊？我只是见机行事啊，你不必谢我。请公子有所不知，当年父皇便是御驾亲征的时候被五国给。不过要是秦公子真能助大夏打败五国的话，便也是替父皇报仇了。原来如此，那公主你准备怎么谢我？公主应该怎么感谢我？公主，话说以我现在的身份，应该是驸马没错吧？这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当不得真的。可是所有人都当真了，公主如果觉得假的话，你觉得会信吗？关键是我也当真了。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未成婚，也不可以。不可以什么？不要，哪里不可以？哎，没事啊，迟早你看看的呀。不好了，大事不好了！什么情况？这么关键的时候能有什么事？你快去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吧。国子监的学士们突然包围了公主府，说要杀了驸马季琦。国子监那不是读书人的地方吗？你是说一群读书人包围了公主府，还要杀我？禁军呢？这可是公主府，被人围了起来啊！禁军不知道去哪儿了，明明一刻之前守卫还在的。能调动禁军，又是宰相那个家伙搞的鬼吧？不要去，外面禁军都不在了，太危险了。放心，此时此刻，这个世界没人能杀我。我陪你一起去。我说了，放心，等我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呢。哎，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想这种东西呢？等我回来喽。罢黜驸马，以死谢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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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还挺热闹。就是他就是驸马。罢黜驸马，以死谢罪！罢黜驸马。哎呀，大白天都在这瞎嚷嚷什么呀？离就不要上班了。我要是你，早就自裁死了。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呢？自裁谢罪，我活得好好的，干嘛要自裁？你们都是哪儿来的几只野狗？乱悠着！他骂我们是野狗，大胆！我们可是国子监的秀才，你敢骂我们？区区秀才，我还是当朝驸马的，几个秀才就敢在这公主府闹事儿，你们才是真正的大胆！你的所作所为，整个大夏都知道了。想做驸马，我不同意，整个大夏的士子也都不会。敢问阁下是哪条野狗啊？你当朝宰相之子王维远，你也敢侮辱我？原来是老废物的儿子。看呀，失敬失敬。我爹是宰相，你敌国骑在我大夏头上拉屎的时候，你爹却只想送去公主；敌国摆下文道台侮辱我大夏国威的时候，你爹却只想当缩头乌龟。你说他是不是老废物？你懂个屁！使团一旦败兴而归，五国定然大军压上。我爹他为了国家的安危做了多少的努力，就是因为你打乱了这一切。努力？你爹做什么努力了？给人当舔狗？本来使团都准备满意离去了，就是因为你的一己之私。你知道我大夏多少好男儿要战死边疆吗？五国索取大夏财富的时候，是我站出来付清了赔款；五国摆下文道台侮辱我大夏国民的时候，是我打败了半圣江流和上将军李弘。
你们一群什么都没有做过的废物却在质疑我，凭什么？就凭你们多读过2本书，来，都跟老子说说，你们都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你说，他不说，来，你来说。王什么明远，你来告诉我，你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我抛开这些不谈，难道现在不是因为你，所以战事在起吗？怎么就不谈？怎么就抛下你是个人不谈，非要当狗不成？我爹可是宰相，你敢？你爹是老废物，爹，你是小废物。呸！没无一用是书生。等我从21世纪带本高中小学教材，我让你们回炉重造。你不能走！什么档次敢跟我搭讪？等你什么时候能拿出石车琉璃打败江流、打败李红的时候，再来认我当爹！我杀了你！杀我！你还能比李红厉害？今天就站在这儿，我看你们谁敢来！你敢打我？不要啊，王公子，是在擂台上一击就打败了上将军李红的猛人。好，走着瞧，我爹不会放过你的。走。是我带着国子监的人去给你弟施压，你倒好，被回灵楼的打回来了。你让我老脸往哪放？不光骂我，还骂你。骂我什么了？老废物！我就知道不能指望你。那现在怎么办嘛？能怎么办？启云今日就要离开了，他一走就是3天，他一走事情就好办了。我懂啊，懂个屁！是，跟着公主府，启云一走，马上进宫。你真的好厉害，把王明远和那几个秀才吓得屁滚尿流，全都跑了。那当然了，这对我来说不要太简单。你可要注意安全啊，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想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你会回来的，对吧？放心，3日之内我必安然归来。这皇宫的宝贝可真多，这得多少钱？那你可一定要回来，我在家等着你。放心，我怎么可能会舍得我的公主？好了，琉璃，等我回来，大夏就站在世界之巅。我相信你。走了。拜拜。我的驸马，我等你回来。陛下，与五国再战一事传遍天下，民意沸腾。此次宣战，全国上下议论纷纷，各地官员联名上书，皆是要求陛下停止此战。陛下，此战不能打，大夏已经经不起战争了。此事不是先前已经定下，一切等驸马回来后再议。驸马所说简直天方夜谭，只有陛下相信了。放肆！你这话是要逼宫吗？臣等也是为了大夏，臣等是为了让陛下明白，不要听信驸马的谎言，收回成命，与五国停战，送公主和亲。请陛下收回成命，送公主和亲。你们，臣等死谏！臣等死谏！若陛下不答应，臣等在大殿之上长跪不起。死谏，好一个死谏！你们这是要将朕架在火上烤！臣等也是为了大夏，为了天下百姓。朕答应，3日后送公主自驾。陛下圣明！陛下圣明！
哎呀，这些宝物闻所未闻，都是稀世珍宝，还有这些人参、灵芝，都是1000年以上的药龄了，很贵吗？当然，50年份的都是绝世珍宝了。至于1000年的，只在古籍中见过，但从未真正见到。啊，那这些都交给你处理吧，我那还有一车呢。什么？一车？这种宝物，你有一车？老婆呢，算是有点家底，随便拿了一车，花点零花钱。哼，随便拿了一车，都这种级别的？差不多吧，反正应该有更好的。快，带我去看看。走吧。老朽今天也算是开了眼界了。秦先生这些东西拿出去，全世界的古玩、珠宝、奢侈品、药材相关从业者都要为之癫狂啊！我只是随便在皇宫拿了点东西，就轰动全世界了。这要是把皇宫搬空，岂不是能吓死人？运气好，找了个好老婆吧。哎呀，这怎么算是运气呢？秦先生说笑了。那这些东西你吃得下吧？哎呀，我聚宝阁虽然体量不小，但是对于这些东西还是杯水车薪的。那怎么处理啊？老朽国才虽然退休了几年，但是在商界还有点人脉。如果秦先生急着要出手，可以邀请龙国所有的商业大亨齐聚京都，办一场史无前例的盛世拍卖会。拍卖会听起来好像还不错，我赶时间，1天够吗？1天。如果秦先生可以多等1个星期，等更多的人来，或许成交价格会更高。没事，我不差这点啊。这一点可就是几十亿的差价呀！这到底是哪个隐世家族的公子哥啊？以秦先生的东西能参与这次的拍卖盛会，也是我的荣幸。此事老朽定当竭尽全力。聚宝阁的信誉我一直信得过，那就提前先感谢周老先生。那就定在明日。老朽已经能想象到明日的拍卖盛会将会是如何一番震撼人心的盛况了。说，咱到了。说，到。这里是私人场所，赶紧离开。是来参加拍卖会的。来参加拍卖会，骑这个来？哼，离我住的酒店就100米，我骑这个很方便。是便宜还是买不起好的呀？这人谁？说，这就是骗了周福生那小子。啊，就是你个小杂种，骗了周福生，还从中撺导，搞黄了我的分公司。你有哪根葱？哼，年轻人嚣张啊！不嚣张能叫年轻人吗？赶紧滚蛋啊！别影响我们贵客进场。凭什么他们能进，我不能进？赶紧把这个垃圾扫走，真是耽误我时间。赶紧滚蛋！行啊。周副生，你这个会场很难进，1分钟之内，你马上出现在我面前。装什么装？说的跟周福生是他下属似的。这种小瘪三，只会用自取其辱的方式找存在感。哼！你以为你谁？敢吃我周总的名字？壮士帮大一把了！快走，快走！走吧，我们进会场。哎，周总，你干！秦先生，真是抱歉，又发生这样的事情，老朽真是惭愧万分了。如果以后再发生类似这样的事儿，咱们的合作到此为止。对不起，秦先生，都是我的错。不可能，绝对不行！疯了，周福生怎么会被人像下人一样使？不是说他是骗子吗？这是骗子能做到的事儿。现在我能进去了吗？不好意思，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对不起啊，有用！还要警察干什么啊？
你被开除了。亲爱的，这样你还满意吗？哎，人差不多到齐了，咱们进去吧，随时可以开始。叔，就让他这么进去了？他背后有周福生撑腰，现在还不是跟周福生正面对抗的时候。他他妈也太嚣张了！我有内部消息，今天拍卖会的背后有真正的大佬出货，都是稀世珍宝。只要接下这批货，周福生都要避让我谭氏集团的锋芒。对，还是拍卖会重要。这拍卖会一结束，弄死小子！走，进会场。谭氏崛起，就看今天。走走。各位桌子上摆放的文件便是本次拍卖的物品清单，大家可以先行查看。不可能！怎么会有这么多？天哪！这来之前只听说有夜明珠、千年人参，还有鸡血石这些，可没人告诉我有这么多数量。这些数量还是比各大公司的库存都要多。这些东西足以颠覆整个古玩玉器，甚至药材界了吧？要是能拿下这些，我谭氏集团必然会龙腾9天。那么多宝物，就算聚宝阁也拿不出来吧？也不知道是哪个隐世家族出手，简直颠覆世纪，豪气，太豪气了！就这么点东西，赶紧开始吧，我还赶时间呢。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的货主一定是龙国的大鳄，而你一件都买不起。那我要是说跟我有关系，今天的拍卖会史无前例，每一样都是至宝，只有真正有实力的人才能拥有它，而你不行。那我今天倒好好看看你有什么实力。这些可都是秦先生当垃圾一样的东西，真正的大佬果然低调。那现在拍卖正式开始，第一件拍品，千年人参一只。天啊，真的有千年人参！这个年代，50年的天然人参就非常罕见，这上百年的也就听说过2、3次，这上千年的，这得多珍贵呀！众所周知，现存年份最高的人参大概只有200、300年左右，而千年人参只有古籍中才有记载，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这一只了。千年人参起拍价2亿、3亿、3亿5千万、6亿、 10亿、 10亿1次、10亿2次，成交！全走大气！不瞒各位，我已将公司全部财产质押，手上有现金数百亿。今天拍卖的所有药材分类宝贝，我谭氏集团全包了。恭喜谭氏集团拍得千年何首乌。谭氏集团已经拍了10几件名贵药材了，一旦制成成品，谭氏药业怕是势不可挡啊！土鸡挖狗罢了，买的越多，输的越惨。可这些药材一旦拿回去，包装加工制作，甚至能翻几倍卖，依旧会有人趋之若鹜。物以稀为贵，之所以能卖到这么高的价格，是因为它稀少。但如果不稀少了，可这些都是绝世药材，怎么能不稀少呢？除非市面上突然出现几十件、上百件同种类。等等，秦先生，你不会还有很多吧？这东西在现代稀缺，在皇宫里那可是按麻袋。难以想象，难以想象啊！2亿7千万成交，9亿6千万成交，8亿9千万成交！恭喜谭氏集团拍得所有药品，本次拍卖会圆满结束。发财了，发财了！
这次拍卖会之后，谭氏集团应该是医药行业的第一了吧？都是各位老板抬举，没有跟谭某抢了。谁能抢得过谭总啊？谭总这次出手得有400个亿吧？这已经是谭氏集团全部的市值了。谭总，好魄力啊！各位放心啊，待我谭氏集团崛起，我不会忘了你们的。那我就先祝谭氏集团成为龙国的第一医药集团。多谢，多谢。怎么钱还没赚到呢，就开始庆祝？小子，我忍你很久了，你还真以为你配做我谭龙的对手？一开始在门口连屁都不敢放，现在怎么开始说话了？之前是周福生护着你，现在我谭氏搞到了这么多绝品药材，马上就成为药企第一，周氏集团护不住你啦！谁告诉你们是老朽护着秦先生？老朽怎么配呀？你们不都好奇是谁出手这么豪气，能拿出这么多宝物吗？谁呀？应该拍卖会所有的宝物都来自于秦先生。怎么可能？这次拍卖会成交额上千亿，怎么可能是他？怎么就不能是秦先生？这种事情，老朽为何要说谎？他到底是谁呀？这么年轻，竟然能掌控如此多的资源？短短一场拍卖会就身价上千亿，还是现金。龙国如今已经没有几个比他有钱的吧？说实话，我看到你拿了我那么多东西，还引以为豪，在我面前装逼，我是真的想笑。笑你大爷！哼，是你的又如何？现在都已经是我的了。我谭龙纵横商场那么多年，还斗不过你个毛头小子吗？对，交易已经结束，待等新药品上市，挣钱的还得是我们。小子，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谭某当你是个人物，但是仅此而已哦。从今天起，我谭氏集团崛起，无人可挡。好，那我今天也把话放在这里，明天就是谭氏集团的末日。那我们走着瞧。走。你曾经给我的屈辱，我亲自拿回来。此次拍卖会一共获得拍卖金1687亿，其中珠宝大约600亿，古玩200亿，药材400亿，其他400亿就是现在谭氏集团应该欢声一片吧？哈哈哈，这次谭龙啊，孤注一掷，想要借此资产翻番，却不知道对于秦先生来说，都只是笑话而已。周老，帮我邀请龙国所有数得上的妖企，今天我要让谭氏集团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说。只要这批药材一上市，那些有钱人不得和狗似的抢疯了？没钱人、穷人、卖儿卖女、倾家荡产，他们也得买呀！他发财了，咱们这回。这一切呀，都在我的预料之内。是，输都是输啊！说越要越赢得当，这400亿最起码翻利，翻3番儿。哎呀，秦云，都这个节骨眼了，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呢？我只是想问问，送给你们的大礼收到了没有？大礼？大什么礼？谭总，大事不好了！我们的股价崩盘了！什么？怎么会突然这样？刚才全国所有的医药集团同时宣布上市新药，而且用的都是我们相同药材，但是价格只有我们1/10。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是真的，而且他们的货量比我们都大，甚至成本不足我们的1/5啊！公司股价直接跌停了，银行也开始催收贷款。谭总，公司完了！说什么屁话了？千金万确啊！看来我给你们送的大礼，这是收到了。秦云，别告诉我这是你干的啊！你想把老子能输给你啊？有没有可能你们买的东西，我还有10成？什么？好好享受今天吧，毕竟明天就没有谭氏集团了。我爸爸现在说，你
说，完了，彻底完了！不要下去五国，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朕已经尽力了。你看这满朝文武都在逼我们，朕实在是保不了。姐，你可是皇帝呀，怎么会这样？皇帝又能有什么用？在这朝堂之上，朕又能有多少话语权？就不能等他回来吗？他一定能帮大夏解决五国危机的。他不会回来了。就算朕再相信他，他所说的一瞬间就能灭绝百里，这只有神仙才能做到。他一介凡人，怎么可能？可是琉璃，这就是我们的命，身在皇家，身不由己，朕也一样。所以，我最终的命运还是如此吗？公主，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京都了，你那废物驸马看来是回不来喽。他一定会回来的。和亲已成定局，你就认命吧，我的好妹妹。你在乱说些什么？等你远嫁之后，我也会入主皇宫，成为帝夫。这不可能，姐姐不可能会看上你这种人。父亲大人一句话，朝堂上谁人敢？女帝也一样。虽然说你远嫁了，但是想到有女帝在胯下承欢，也是一样啊。都已经走到这儿了，公主你就老实待在里面。这世界还没有人能改变这一切，大夏是我王家的了。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什么情况？启禀大人，前方有人拦路。什么人？敢拦截和亲使团，我杀他全家！看看，既然是你，你还敢回来？王明远，你们父子俩好大的胆子，我的女人都敢动。你的女人？你真的以为你能做大夏的驸马？看来我不在了这段时间，我做了不少坏事。我劝你别太嚣张，我爹可是宰相。之前你能给我们带来麻烦，是因为我们给女帝面子。至于你，你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没面子？面子是靠权力，而不是嘴上的功夫。有没有可能靠的是拳头？你是不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我奉命护送公主出嫁五国，这里可都是京都禁军。你以为你靠暗器打败了李弘，就真的能面对千军万马？都是大夏的军人，我本来不想杀戮，你想送死，为什么要拉上这些无辜的将士？狂妄！居然回来了，那就把命留在这儿。卫队听令，此人胆敢拦截和亲使团，罪无可赦，杀！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权力。你什么时候才能明白，真正的实力，并不是有一个好局，而是撤！
爱情不可能有如此威力。你是妖魔，妖魔，妖魔！比起我，你们这些所谓的朝堂之上的人，才是真正的妖魔。你不能杀我，我爹是宰相，我爹有银子，我爹可以给你银子。银子？对，我爹是宰相，给你10万两，不，100万两，我再多给你500万两。大夏1年的税收才500万，你这条贱命值500万。小废物，我把你和你爹都杀了，这钱还是我。不能杀我，不能杀我！吴国，对，说明护送公主出嫁吴国，公主要是出了事，吴国大军会打进来的，你不能杀我。这就不烦恼你操心。什么声音？好恐怖！不好了，公主，好像是有土匪抢亲。匪，连土匪都要来插一脚是吗？全死了，全死了！或许只有我死了，才不会有痛苦。姐姐，对不起，妹妹实在是撑不住。请问我的夫人在车里吗？青云，真的是你，你真的回来了。真的是你，真的是你。不要哭，我回来了。不行，你快走，王明远手下有很多的禁区，他一定会杀了你的。放心，在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杀我。我这次回来，就是找他们一笔一笔算清账，谁都不能欺负我的女人。走。刘林，这几天别先委屈你一下，在这个小屋住下，要不然我怕你现在回宫的话，那些畜生万一要搞一些什么歪门邪道，带我回去解决宰相他们，你才会居住。比起公主，我更想当一个普通的农家女孩，不用参与那些国家大事，可以和喜欢的人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我不想再为皇宫了。我是驸马，如果你不是公主的话，我还是你喜欢的人吗？自然是的。那既然我是你喜欢的人，你知道我想喜欢的人做什么？啊，这可还是在院里呢。那就回屋去。啊，不要，放我下来，我今天不太方便。来日方长嘛，如果你实在想的话，小黄，你过来，今天由你来伺候姑爷。啊？驸马，公主还未办理，驸马有需要，奴婢伺候你。这不太好吧？小黄她一直跟着我，如果我嫁出去了，她也算是我的通房丫鬟。你找她。是的，驸马，奴婢是公主的贴身丫鬟，也算是驸马的人。驸马想做什么都可以的。还送暖床丫鬟，这哪是古代啊，这简直是天堂！那我先离开。哎，走什么？一起学习啊！啊？不是说了，正在泡澡的时候，不许人打扰吗？陛下，什么？你竟然回来了！等等，这是朕的寝宫，你怎么在这？陛下难道忘了吗？你可是给了我一块金骨，我可以出入皇宫的各地。可是，朕现在……哎呀，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陛下，幸不辱使命，已为大夏带来万世基业。即日起，大夏将开万世太平。什么？什么？你真的把神物带回来了？
你能不能先出去？遵命。你干什么？这么热的天，跟你一起洗澡去。放肆！这是朕的浴池，成何体统？我听说我不在这段时间，公主出嫁了。琉璃现在已经到5国了吧？朕实在是无颜再见了。那可是你妹妹，陛下真的能狠下心来？这岂是朕所愿？琉璃是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可是5国大军已经陈立在边境，朕如果不答应他们，朕大夏该如何？朕的子民又当如何？陛下，你可能忘了我的身份，我是驸马。这公主已经不在了，我还有什么身份插手什么国家大事？你什么意思？陛下，你还没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神器我虽然带来了，但是公主没了，我不想干了，我要辞职了。反正我也不是什么驸马了，对吧？不做驸马那又如何？从今天起，你便是地夫。这也不是不行。陛下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明天朝堂上，我便帮陛下肃清朝野，成为真正的皇帝。那朕便随了你意。陛下，国大军已经陈列边境，剑拔弩张。不过，护送公主的使团已经出发，我们跟5国沟通，只要公主抵达5国，边境之险便可缓解。太后宰相神机妙算，早早与5国沟通，这又是晚几日啊？5国大军都要打进来了。宰相神机妙算，公主牺牲自己，才换来短暂的和平，你却只字未提。话可不能这么说。要不是公主之前任性弄出个驸马来，早早的去和亲，不至于这么惊险。是啊，还驸马呢，他让5国使团败兴而归，他倒是跑了，还说什么神器？驸马不是说要带着神器回来吗？如今3日之期已到，怎么也不见人呀？驸马也曾为国做那么多贡献，你们也装作不知道吗？驸马，恐怕他是回不来了吧？最终还是臣等替陛下分忧。要是他回来了呢？回来？哼，他这辈子都回不来了。奉劝陛下莫要期待。驸马到。他怎么敢回来？宰相大人不是说他跑了吗？驸马个屁呀！公主都没了，哪来的驸马？夫人，我来了。回来就好。夫人？什么夫人？你是不是得了失心疯啊？这公主并未在朝堂之上，而且此刻大概公主已经在连城王子府上了。是呀，公主已经出嫁了，你现在的驸马的身份也是虚妄，还不速速退下？这朝堂之上是你该来的。谁告诉你们我的夫人是公主？不是公主。哼，你这小人，之前不是仗着公主的宠爱，胡元浪与胡作非为，在这大殿之上，除了陛下，难道还有别的女眷不成？是呀，此人莫不是以为自己还是地夫不成？贻笑大方，陛下何其尊贵，怎么会看上你乡野莽夫？陛下，您不会是真的吧？啊？没错，朕已经决定纳齐云为地夫，从今天起，他就是我大夏后宫之主，封号逍遥王。啊！怎么，这要与谁结亲，还需要尔等的批准不成？这大夏，当然你们是皇帝，还是我是皇帝？陛下，地夫之位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身世、学识、名望，都要众望所归之人才使然。而此人只不过是一个乡野草民，连个功名都未曾傍身，他怎么能坐上这个王位？是呀，凭什么？此人风光难以服众啊！凭什么？就凭我和你们不一样。我从始至终来到这里就只有一个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我要这大夏老有所养，又有所依，
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无不白之冤，无强加之罪。我要这大夏，哪怕是难民，贱民也要面带微笑，充满期许。此等宏愿，闻所未闻。这是圣人之言。说谁不会说，大放厥词而已。宰相大人，这可不是一般人能说出来的。臣自愧不如，能有如此大志气。臣相信逍遥王定然是个为国为民的好王爷。恭贺逍遥王！恭贺逍遥王！陛下，关于逍遥王一事，臣不同意。之前是驸马，现在是逍遥王，你这是扰乱朝纲。这要是传出去，天下人如何看我大夏？是，这不妥，是不妥。老头，我知道你不同意的原因，不会是自己想当这个逍遥王吧？放肆！老朽18年纪了，当什么逍遥王？你休要再次胡言乱语！你是不想当，但你还有个儿子呢。王明远那可是想当的很呢。哼，我儿想当又如何？他比你有资格，而且他有功名在身，如何当不了？哼，王明远，他是个什么东西，也配当朕的逍遥王？陛下，谨言慎行，你这是在折辱老臣吗？怎么，宰相遥知朕的罪不成？陛下放心，他儿子就算有那个心，也没有那个机会了。我估计王明远现在孟婆汤都喝完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其实呢，我来这个京都的路上的时候，正好碰上了王明远的送亲使团，就顺手一不小心把他送去见阎王了。你杀了我儿子啊！你杀了我儿子！你告诉我不可能的！丞相，你个大王！我连你儿子都敢杀，我打你2下怎么了？你这个凶徒！你竟敢在这个神圣的大殿之上胡作非为！大夏王爷！青云，你真的把王明远杀了？陛下，王明远这命太脆了，一下就死了。你放心，你儿子啊死的那是一点痛苦都没有。你这个凶徒！陛下，你就看着这个凶徒在大殿上羞辱老臣吗？哎，秦云，你这样是不对的，怎么能杀人呢？我大夏律法可不能这样。陛下说的对，所以呀，我这提前准备了200两银子，当做赔款喽。200两银子，你这是杀人！此人如果不以死谢罪，我大夏律法何在？纲常何在？臣要他死！王明远曾当街打死一个府邸，最后赔偿了100两不了了之。而我今天打死王明远，也赔了100两，合情合理啊。那府丁只是一介奴仆，可我还是驸马，更是逍遥王。那王明远不就是皇室的奴仆了吗？100两够了。天理何在？这因为何时了？哦，这多出来的100两，自然是提前赔给我们的宰相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当然是送老头上路！杀人了！八天种杀人，疯了，全疯了！宰相大人，通敌脉脉，死得其所。陛下，我已带来足以抗衡我国的绝世神器，秦云请君出战，亲自带兵灭我国，扬我大夏国威。你竟然真的！陛下，我国不足为惧，威慑为臣。好，好，好！封秦云为御马将军，统帅3军，以战我国。臣遵命。真没想到，你竟然带回如此多神物。当然了，陛下可是承诺过不少东西，都还没兑现。
我怎么能回去呢？你帮朕除了宰相，夺回大权，现在要替大夏出征，朕都不知如何感谢你了。那不如我来告诉陛下怎么感谢我。国事当前，怎能如此悬疑？陛下放心，我还年轻，而且有神器在手。从今以后，这世界上就只会有一个国家，那便是大夏。3日之后，便是我讨伐我国之时。现在，我应该和陛下先讨论一番战术才行。等等，王维远被你杀了，那公主岂不是等着？这件事儿不重要，重要的是